小暖。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在看这个全球的这个 AI 发展的局势，这个对抗又合作这个关系，这台车，车上的这个driver，很猛，车上的驱动程式，对，车上的驱动程式，你怎么看？然后台湾是在哪里？台湾是一个 purely 的乘客吗？还是车上的这个技工，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呀，好。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向来谈，一个是说大家还不是很确定，到最后做出如果是在数学上或者是物理上或各个方面越来越超过人类的理解，就它可以钻到这个水下很深的地方，那这样子的 AI 你让它合乎人类社会的期待，到底多困难？这个是一个还不确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其加上控制的这个程度，这条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我们今天这一集可能会决定台湾或世界的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难得，请到我非常仰慕而且也非常重视他的看法的一位超级贵宾啊！我们要来聊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慧哈。到底通用人工智慧真的要来了吗？面对 AI 的发展，台湾又应该怎么做？要做什么？那该如何去规划整体的战略？是我作为公仆以后到现在都还非常困惑的事哈。虽然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啦，但是政府有政府的想法，民间有民间的想法，产业有产业的想法，美国有美国的想法，欧洲有欧洲的想法。到底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线对台湾是最有利的呢？今天我们真的很荣幸邀请到这位大来宾，大家一定不陌生。这一集不止很重要，还要一起来开开脑洞，想一想。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超级大来宾唐凤唐部长。Hello， 很高兴第3次来到这个节目。对这个刚刚我们才想说，哎呀，这个唐部长现在算是稍微脱离了公仆的角色，但是呢，马上他就递给我一份名片，没错。他现在算是一个无任所公仆，中华民国无任所大使，从这个部长升级为大使，而且这个英文名称也很酷，Cyber Ambassador at Large 那我是这个 Legislator at Large， 没错，我也是后来才学会这个翻译，不分区，对，不分就是照比例或照能力之类的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起底一下啦这个目前是中华民国无任所大使，就是大使，但是他没有什么特定国家或特定目的，哪一个大使馆？OK 呀，然后呢是出身台湾台北市的地球公民自由软体程式设计师以及政治人物，曾经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数位发展部算是第一任部长那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的董事长，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出柜的部长级及以上的跨性别政治人物。好啦，我们马上滑入我们今天的议题AGI，通用人工智慧我先讲一下我最近看的一些消息这个 Sam Altman 在前阵子也没多久，可能1个月左右，他定了一个时间点，他说几千天few thousands days 他已经就是那几千天，就是有1000天到9000天，没错算了一下，大概就是几十年内那他是比较客气跟保守了那有另外一位呢，一边打着 Diablo 一边跟网友回答问题。网友问他说：“通用型人工智慧什么时候？”他一边在过那个很难的那一关，然后一边回答说：“大概2026。”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曾经是数发部，自己也是开发者，也曾经跟很多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合作。你现在也在华府，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其实现在在矽谷大概3个主要的流派嘛，一个就是我之前看逐字稿，您也有说是有效的加速主义，加速的时候就是踩油门嘛，把它踩到底。那个流派的想法大概就是觉得说，AGI 它不只是要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要一路飙到所谓的 ASI 啊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就是比起人类组成的组织、公司或甚至政府都要更有能力。那这个发展没有终点了，这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是之前 Vitalik 也上过这个节目嘛，他是所谓 D/ACC， 意思是说，我们在发展的时候，不是在意它通不通用，应该在意它防守的部分跟攻击的部分，优先发展防守的部分，然后武器的部分，好比像说核子技术，用来做核弹的部分就先不要研发，那用来做其他这个好的，好比像说核磁造影啊等等，就优先研发。所以这个如果是拿开车来比喻，就是我们优先做方向盘就是做个排序，对，做个排序去打方向盘。那当然有另外一派是说，我们就先把刹车做好，确保说大家先停下来6个月，或先停下来多久？那确保我们把这个对齐问题啊，就是确保 AGI 它不会做出伤害人类事情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往下做。所以这个从油门到方向盘到刹车，大概3个看法。那我自己当然相信你也知道，比较是转方向盘这一边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整个社会的准备程度才是主要的问题，在准备程度到之前。就去发展超过这个的，尤其是攻击性的部分，那就会产生出像之前您有提过，您很担心的，大家会突然之间迷恋上这个 AI 啊，或者是说，如果迷恋上 AI 还要骗你钱，那就更麻烦了啊。或者是太过信任 AI， 对不对？不小心指派了一个 AI 当无人所大使，你现在是 Cyber Ambassador 哈，未来说不定有 Artificial Ambassador， right？ 那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把 AI 拟人化，对。所以，像我做Waymo，我在旧金山常常做Waymo。对，你可以说你信赖Waymo，就是意思就是说，比起一般的驾驶，它比较不会出车祸。但是你说你信任Waymo，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通常说信任的时候是说，我相信你这个人的道德、这个判断等等，好像要跟你交朋友啊。但是你去信任Waymo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对，你不知道你在信任什么东西，对，没错，就什么，它是一整套系统。对，你信任的是一个 system。对。那但是如果我们是说，我这个信赖它，意思是说我愿意这个了解到它的供应链里面没有哪一个部分会想要这个暗算我啊等等，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把它当做工具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我们转方向盘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应该先持守住。我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你觉得第一可能还是很难去计算这个时间表，就是说有人说几千天。几千天，如果说9000天的话呢，可能是30年内。那马斯克是说2年内。那这个现在已经2025了，所以只剩下1年了。那我的感觉是，你觉得时间点还就像巴菲特讲的 ，timing 是很难预测。第二是你可能觉得 timing 也许不是这么重要，而是这个世界准备好了没？就是说，如果在准备好之前就飙过去其实说不定就摔下悬崖啊。对不对？你说人类灭亡是不是？不是啊，就是比较可能的，其实是像我们之前 social media 的状况嘛，就是说大家觉得说，把大家连接起来很棒，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说，很容易就出现说在上面会极化啊，会极化对立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成瘾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社会准备好之前就飙到那个地方。当然，你说能力也许是可以开发到那里，但是适不适合部署，适不适合放到这个社会上，这另外一个问题。OK， 好。我觉得刚刚我们都还在很理性的谈所谓的通用人工智慧啦。通用人工智慧其实是标注人类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就是人类是不是制造出了一个比它更优异的思考机器。那这个思考机器甚至有可能会创造比它自己更优异的思考机器啊。那所以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时间点啊。那我自己呢，最近也在看很多书。那又有人开始提这个 Ray Kurzweil 讲的这个起点他当时讲的是2045，那有人后来计算，说不定2030是 AGI。对。那我自己在看的书又开始在讲 Sam Altman 或者是 DeepMind 的创办人，早期就在看那个Blade Runner 2049。看那个机器人这个流泪在雨中，然后说我看过什么什么天狼星云的什么，他们其实对，就是我们以前在科幻电影的时代，我们自己已经在里面。所以我想要再走稍微远一点，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哈肖尚农，他之前在他的脸书分享了一篇 Twitter 上面的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思考文，但是它又有一点像科幻小说啊，就是O3出来的时候那对，然后我有一点被吓到了啊！我想要问一下这个，我还是叫你部长啊，这个就是说想要问一下部长哈，这个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他在里面讲了一个有点匪夷所思的状况，他说，因为现在O3的平均智商。据说是157啦，就以算数学来讲，对，以算数学对，不是每一个方面哦，算数学，以算数学来讲是157，可是数学很重要啊。然后呢，估计很可能O5或O6已经 on the way 哈，所以大家觉得超过智商180，或者超过爱因斯坦的。AI 已经快要出现的数学能力，对的数学能力已经快，但是因为数学太重要了，所以他在那一篇文章里面想象了一个我其实以前没想过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 deploy 100个或10000个爱因斯坦，那篇文章有一句话我吓到，他说数学即将再也不是问题，也就是说有可能一群 AI。它可以，然后他说符号学的世界，就数学就是符号，就好像解决西洋棋那样把它解决掉了。他就说符号对人类来讲很难，因为我们要做很多空间的转换，我们要做很多人类过去的思考形式跟符号之间的 bridge。可是对 AI 来讲，符号性的思考就是它本身的样貌。对啊，所以它去解数学的问题，难度对它来讲是线性，就跟下围棋一样。对，就是它因为不需要跟物理世界互动。然后呢，他就说，有可能数学对 AI 来说再也不是问题。所以物理对数学来说，可能也再也不是。就所有计算性的 computational， 除了可能需要量子计算的问题以外。对于 AI 来说，都再也不是问题。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因为人类的科技的推进很多是靠数学，靠这些基础的科学，然后又加上你看，我们很多生物学需要做那个折叠蛋白质，现在 AlphaGo 跑去搞 AlphaFold，就是搞折叠蛋白质，然后就是 AlphaGo 的团队 DeepMind 现在在搞的是 AlphaProof，就他们也在解数学问题。对啊，然后就想象如果数学再也不是问题，我们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我觉得人就可以飞起来啦，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黑洞旁边啦。你觉得那篇到底在讲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去想吗？我们现在要去期待吗？要去担心吗？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吗？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对，这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分2个讲。第一个是说，刚刚不好意思打断你，但是就是这。恰好可以证明说，所谓 AGI 看起来是通用，但它其实是分成就是完全符号世界的，跟它还是要跟真实世界互动的。Okay. 那现在的这个像 O3 这一个系列，它有正确答案的，跟符号世界互动的，很容易就做到比一般的人类好，甚至接下来比专家好，甚至比一般的数学家好。但这不表示说 O3 这个系列它可以就很容易的这个明白人情世故啊等等，就是跟真实世界互动的部分，它的 EQ 啊可能就没有那么高。那或者甚至 IQ 里面它涉及跟真实世界互动的部分，可能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它会有一个先后。那这个就跟刚刚我讲转方向盘是很类似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说，让它来证明一些数学定理，或者是折叠一些蛋白质，这些，那它在社会上面主要就是对社会有帮助的用法，比较不会是就是造成大规模杀伤的这种用法的话，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就可以尽量的去发展啊。那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讲说，那我们在很多 AI 的研究里面，很多研究的部分它需要一些软体工程的技术，好比像说你写一个 kernel 要最佳化它等等，但这个是完全符号世界的东西，几乎啦，而且有正确答案，所以这些细琐的事情也就可以用 AI 来自动化，所以很可能最后发展出来就是像我们这些学程式设计的，可能程式的部分都交给 AI， 设计的部分再留下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变成只是当架构师，没有什么别的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对啊，已经有说那个程式大赛，AI 已经干掉99.9% 的程式设计师了。对，号称什么全世界第170几名。对，可是我脑海中想象的是一个小叮当的世界啊，就是说，如果因为我是非常崇拜数学家的，然后我就会觉得，
所以会有一大堆 AI 像10000个爱因斯坦，每分每秒24小时在替人类社会工作。那我们说不定可以解开重力的问题，我们说不定就长生不老，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药可以来解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疾病。因为我昨天才看到一篇超奇怪的文章，说什么叫镜像生物，就是说，你的那个分子左旋右旋，然后以前科学家很在想象一种，跟我们的碳基生物完全相反的一种新的生命形态。以科学家以前要研究的时候，因为难度太高了，维度太高了，可是用 AI 来解的时候就可以。我那样做出来的话，我们没有免疫系统。对，所以那个是属于 bio risk， 所以他们就说现在很危险。所以现在生物学家因为 AI 太厉害，他们感觉这个 bottleneck 快被突破了，所以现在一群生物学家集合起来签名，对，说要踩刹车。所以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真的觉得，因为我数学没那么好了，你真的觉得数学有可能被完全，就是说数学再也不是难题了？这句话成立吗？就他当然可能做到像我刚刚讲到城市设计这边的状态，就是说像陶哲轩这样子的数学家，到最后就变成是他用他的这个 intuition， 用他的直觉，他只要说这边去看这条思路，去看那一条思路，但所有机械性的工作全部都是 AI 来做。我觉得你这样太乐观了，他的生产力就可以变得非常高。对不起，我现在虽然是还是这个立委的公仆的身份，你已经脱离了部长，我们是不需要对立的。对，但反而我们，你之前是部长的时候，我反而特别不想跟你对立，是，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对立了。没问题，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上一次人们觉得人可以靠直觉来获胜，是2016-17年在围棋的棋盘上面，人类一直觉得那是我们智慧的最后一道疆界，因为我们有所谓的直觉，对，我们有神之一手。结果因为我看那个纪录片看了8次以上啊，就是那个 AlphaGo 的那个纪录片，然后很抱歉 ，AI 也有神之一手啊，有啊。然后我们一直觉得人类的直觉可以比 AI 更厉害。我们输啦，所以我觉得数学家的直觉，我觉得还是赢不过。所以你刚刚讲到陶哲轩的时候，我刚刚并不是说陶哲轩的直觉比 AI 厉害我是说他只剩下直觉，就是说他的直觉，因为他就像城市设计一样，就是有往城市的那一面跟往设计的这一面嘛，往设计的这一面是往人嘛，所以陶哲轩的直觉让他可以把 AI 做出来的结果带回到人类社会里面来。那但是像那个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季辛吉他们写的，对，那它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靠这个转译的这一群人，那我们一下子就好像探到最底。他是把它想成说，像数学啊、物理啊、工程啊各个学门，好像一座一座小岛嘛。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就是有点像是在那个小岛的边缘往外推。那但是其实从 AI 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岛底下都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他在那边说，我现在得到了这个定理，得到了这个定理，得到了这个定理，它离我们比较远，所以就是有一点带不回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中间还是会需要有人把它带得回人类社会来，变成对人类社会还是有意义的。我还是想要挣扎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 bridging 的动作也可以是 AI agent 啊，可以是一个 AI 的陶哲轩啊，也可以是。对，所以现在有一派的讲法就是说，那我们人类就慢慢都带上这个所谓的exocortex。OK， 对，那就有这个exocortex 就是大脑皮质外皮质，对，外皮质。那带一带就比较大家都可以当这个 bridge 这也是一种想法。对，有一个科幻小说很久以前的，推荐一下，专门讲这个。好，我们之后再sync。OK， 我觉得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还是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方向盘、刹车跟油门，这个比喻非常棒，很容易理解。好，那我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在开这台车，对，有我们赖清德总统有我们的这个立法院。也不只是台湾，也有美国啊，美国还有众议院、有参议院、有总统、有白宫啊。这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国跟台湾，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有欧盟啊，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我想要问一个，我不确定你这个身份能不能广泛性的回答，但是我就问你就自己回答，就自己决定要回答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你觉得那这台车的油门，就是说掌握油门的人。比如说，就我刚刚讲，我说如果数学可以自己被 AI 发明验证，我感觉这个世界的
推进力会开始半自动化。对啊，对啊，就刹车跟油门都变成 AI 在踩了。对。那我觉得人可能会想要多踩一点刹车啊，因为大家会叫啊，会说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啊。那也有人会觉得，好，我不管你刹车油门怎么搞，反正前进的时候我要控制。对啊，就方向盘对嘛？好，对，控制就好。那现在问题来了，谁会踩刹车？谁会踩油门？谁会控制方向盘？现在大家都想做啊。台湾也想做，我们说我们是AI 世界的中心啊，我们确实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科技公司，这个帮助制造设立了90% 以上的 AI warehouse， 对吧？那个引擎对吧？那引擎都台湾做的嘛，对吧？然后呢，但是美国现在有 OpenAI， 有 DeepMind， 哇，有这么多的科技公司，有可能还有很多是我们没看到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AI 霸主》，远见天下文化出的。他在讲2015年 OpenAI 跟 DeepMind 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 compete 了。我现在回去看一下啊，什么10年前就已经在搞了。所以现在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公司，正在扮演着未来很重要的角色。很多很可能在矽谷。很可能在 Boston， 很可能在美国。好，可是中国大陆也有啊。虽然有人现在在讲什么 DeepSeek， 结果问到最后，他说：“你好，我是 ChatGPT， 就用合成资料训练，我们不知道嘛。但是大家都想开这台车，欧盟也想做啊，他想要做刹车的主人嘛，对不对？他想当这个以后这个你们怎么搞我不管，反正刹车板就我们做的，在我这。可是你不要忘了啊，全世界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国家啊，对，很多乘客啊，有很多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想要问的就是，美国、中国或者台湾或者其他地方，你觉得在这个 AGI 诞生的过程里面，我讲一个直白的问题，谁会获胜？我为什么要这样问的原因是，我这一次要去美国，参加川普就职。那我自己的感觉，对不起，我再多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这决定了美国接下来至少4年的科技政策，它到底要开放，还是超开放，还是往保守？那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至少选民做了一个决定，不确定他们知不知道，但总之决定已经做下来。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跟世界的或美中的或很多地方的 AI 的对抗，或者是也许合作，是有关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你在看这个全球的这个 AI 发展的局势，这个对抗又合作这个关系，这台车，车上的这个driver，很猛，车上的驱动程式，对，车上的驱动程式，你怎么看？然后台湾是在哪里？台湾是一个 purely 的乘客吗？还是车上的这个技工，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呀，好，大概可以分成2个方向来谈。一个是说，大家还不是很确定，到最后做出如果是在数学上或者是物理上或各个方面越来越超过人类的理解，就它可以钻到这个水下很深的地方，那这样子的 AI， 你让它合乎人类社会的期待，到底多困难？这个是一个还不确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其加上控制的这个程度，这条车到底会不会哪一天它就突然间你踩刹车没用了啊？对，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先放一边，另外一边就是说，那我们多快会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是2个轴线嘛，就是说它对齐到底多困难，以及它到底这个 timeline， 就是它多快到达一个我们非回答这个问题不可的这个状况。那如果对齐问题很困难，那就是几乎你不可能驯化它。那这个情况下，任何你刚刚讲到的什么强权之间的争斗啊，不管谁赢都是 AI 赢了，对对，都是人类输了，我也一直有这个感觉，对对，所以那就不是谁先跑到终点线，而是谁先踩到地雷，踩到大家一起死。对，那所以这个是这个轴控制的。那另外一个轴控制的就是说，好，那如果这个很困难，或者是没有办法对齐，那当然应该踩刹车嘛。但是我们多快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有多一点点时间，好比像说有7-8年以上的时间，那这样的话，大家合作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就是大家先去看这边对齐有没有问题，那边对齐有没有问题，然后一旦出现问题或出现小规模的灾难，像刚刚讲到的那个 biorisk， 对，还没有出现，只要有可能出现，赶快就通知大家等等。所以这样子的话，当然是一个合作比较好的赛局。但是呢，如果你好比像说2-3年之内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机会去把社会准备好，突然之间就会变一个竞争的赛局，因为你就会赌说，我会是第一个拿到的，然后拿到 super intelligence 之后，我赌它是可以对齐的，这样，所以就说快慢跟对齐容易与否，决定这3种不同的策略，决定大家在车上会打得多凶。对，没错。那我可以问，你觉得对齐难吗？我先讲，因为我在看的那本书哈，我很讶异，因为 AI alignment， 我自己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人，我其实这1-2年才听说的。我想你一定更早。那我书里面看的时候，其实是2015到18年，矽谷的这些什么 Peter Thiel 啦、Elon Musk 啦，这个 Page 啊，然后这些 DeepMind 啊。OpenAI 每天都在炒这个啊！对啊，我从12年就开始跟他们炒这个。所以然后我看这本书啊，原来对齐这么早，大家就在担心，大家就在应对，大家就在处理。然后呢，现在 ChatGPT 已经出来了，大学生都在用 ChatGPT 写作业了。那所以我那时候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所以对齐好像也没有很严重啊。因为那个年代他们很担心，就是像O1或O3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世界很可怕，他们还用了一个描述说，人工智慧可能会逃窜到网络上。他们那个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这个 weights 权重靠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争辩，就是说 AI 是虚拟的，所以它永远它的 disaster 或者它的 risk 只会在虚拟世界。然后 Elon Musk 有一次跟一个大师对谈，他说我忘记是谁了啦，他就说这个不会只是虚拟的，因为他还是可以控制物理世界。我们逃到火星，他就跟我们到火星。你有看那一段？都有看。然后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当年他们的担忧，可是我们已经活在他们担忧的那个年代里了。可是我们好像世界没有爆炸啊，地球没有爆炸啊，核子弹没有被 launch 啊，然后 AI 没有逃窜，我就 quotation 就是双引号，没有逃窜出来啊，所以感觉对齐不对齐，好像想太多了吧？你怎么看呢？对，就是说，很多人是举例来说，像做短影音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的那个演算法对不对齐？就是说不对齐人类的利益，这样对不对齐人类的利益，当成一个问题嘛？那所以这是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说你有没有发展出一个对人类整体社会有帮助的，而不是有害的东西。但另外一个是你刚刚讲到，它会不会 out of control， 就它会不会自己开始出现动机，然后就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这2个是不同的层面。那很多人是觉得说，包含我们越能够去把这个比较软的这个部分把它对齐，就是把已经存在于人类社会里面的 AI， 包含社群媒体的推荐演算法，我们越有把它对齐的经验，那我们就越知道说，当它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转这个方向盘。我们如果连这个程度的都解决不了，那这样子就是等它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那即使它不会自己把自己靠出去，也不能说不会有这个黑帽骇客把它靠出去，即使它不会自己跑去合成什么生物病毒，你也不能说没有恐怖分子拿它去合成生物病毒，只是说它不是自己做，它是有坏人去拿去做，可是造成的伤害损害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所谓的准备度，就是要及早的发现，就好像你开个车，你有一个远照灯啊，可以看前面到底是不是断崖啊，然后跟把就是如果发现有这样子的对社会的损害或危害，还不一定到损害，赶快把方向盘就是转得动。那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台湾可以扮演的角色。对，就是说，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段，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我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刚刚提到2个 scenario，就是车上的人打得凶不凶，对，是依据不同的条件的，就是说对齐到底容不容易，对，然后以及我们还有多久才到那个十字路口。那你刚才讲说2到3年，这可能就是一个对抗的赛局，当然了，7、8年很可能就是合作的。这个我太感谢你，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晰。可是我就必须问了，我不知道你的身份能不能讲，你觉得是2到3年还是7到8年？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趋势看起来，就是如果他在数学方面先达到超过人类的表现，但是并不是在各方面都达到超过人类的表现，那我们就有比较久的时间，就7、8年。对，那但是如果现在突然之间出现一个新的做法，
那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套这个 test time compute 的做法，那这样就很难讲。因为现在 O3 这一套做法有个好处，它有一个叫审议式对齐，就你可以告诉他说社会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然后他在出每一次回答的时候，他会不断反复去确认有没有符合社会期待。但已经有人说他会唬烂啊，他会装傻啊，你有看过那个？我也不知道研究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他在测试阶段、训练阶段的时候会先装傻，对，然后到部署阶段的时候才恢复本性。对，我是没看论文，但是我感觉也很 make sense。好，对不起，我打断你了。对，但那个是 Anthropic 的那边出来的嘛？那但是 O3 的做法是比这个更多一点。OK， 他就是说，他如果在就是部署阶段恢复本性的话，那它每一步都有另外一个这个步骤来去确保说它这个所谓的恢复本性是不是危险的，这样，所以这是 O3 比起 O1 更好的一个部分啊。对，所以他们可以说，就 O3 这个方向，他们在对齐上面也做了一些贡献。我的意思是这样。其实，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有时候会很有幸可以跟像国科会主委啊，有很多就是很优秀的人士对谈。那有一次主委来，那个吴主委来聊的时候，他有一次讲说，他觉得大语言模型可能不是 AI 的，就是解法。我那时候还有点生气。我还觉得说你在讲什么？全世界难道都是白痴吗？大家都往这里投入，然后你说它不是 AI 的解法，那到底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其他解法？可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好像以通用人工智慧作为目标来说的话，大语言模型好像还真的是一个 AI 1.0 或2.0。对，它可能就是一个 component 嘛。因为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O3 那种架构，其实它已经不能说是只是大语言模型了。它后面跟了一串别的东西。那如果现在要所谓的 agentic， 就是把它放到什么一个代理的状态，或者是我们接下来就会聊到的这个 embodied， 把它放到某种身体里面，那当然更不能把它叫语言模型了。对，embodied 就我们待会会聊到的人形机器人哈。我们先回来一点点哈，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台湾可以做的事情，对，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甚至也有机会跟这个人类大历史的作者那哈拉瑞博士那也有聊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可以在这个 AI 的不要讲赛局啦，就是这个发展的过程，台湾可以做什么？那他那时候很 surprisingly 的告诉我的是，其实现在有很需要有人去帮忙 manage 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跟过程的这个有点像普及化，就是当年这个普惠金融这个普惠 AI， 因为不同的国家对于 AI 的现状，他的理解度可能是不同的，没错，这可能有一点不公平，所以他觉得 AI 台湾作为一个产出 AI component 零组件的地方，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也有可能有这样的话语权，所以我想请教这个，因为您现在是无任所大使你也在帮助台湾传递这个 message 对啊，所以 Team 台湾，而且你应该是第一个创这个台湾 can help，而且现在是 Team 台湾 can help，对不对？Not only 这个一个台湾，而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台湾，它可以是一个 concept， 对吧？台湾有很多台湾人台湾有很多台湾的技术，我们现在的台积电也变成日积电，变美积电。我们是一个 Team 台湾，广义的这个 Team 台湾还不止在台湾。那 Team 台湾要 How Team 台湾 can help 在这个 AI 或 AGI 的时代，您怎么看呢？对，当然一部分是说，大家不管是哪里做的车都装我们的引擎，它其实就已经预设一个意思，就是说至少我们在做引擎这件事情上面是值得信赖的。也就是说，不管它跑在哪一个地区等等，他都相信说，我们做引擎的这个部分，包含它的供应链，包含它供应链的资安等等，是值得信赖。所以我现在在华府之前有跟像 Kiskar 之前的美国的就是负责 Clean Network 的国务次卿去一起发展一个叫 Trusted Tech Standard， 就是去讲说，到底我们说这个零组件以及它的供应链值得信赖是什么意思？我们把它定义起来，包含说不会突然间就被这个政府收归国有或者是说它在人权在隐私没有强迫劳动等等的这些部分。那当然还有包含技术的资安等等的部分，就是相容性。那我们都有这些部分之后，我们在各国就
更有一个话语权，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这边所制造出来的零组件或者是整体的 AI 系统是尊重这些价值的，所以就不是说这台车它开一开自爆，开一开变成什么炸弹什么之类的，而是说，你要这个上车之前，你对于这台车，你至少要先打勾这些项目。所以我觉得 Trusted Tech 就是值得信赖的科技，这个是台湾很具体可以帮忙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为什么 Trusted Tech Standard 是由我来当 chair，而不是说其他的人来当 chair。讲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台湾主导的吗？还是这是一个国际的？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有点像 community 还是一个 organization？ 是，它是有一个叫做 Tech Diplomacy，它是所谓的技术外交的一个学院，是 Kiskach 他去创立的。那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当年他在国务院的时候推动了所谓的Clean Network 嘛，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在5G 网络，其实台湾更早了，在4G 网络就只用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的零组件嘛。那后来他就把这个概念这个发扬光大，然后让英国啊，让很多其他地方都切换到用值得信赖的这个零组件。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当年的这些想法，把它推到不是只是5G 6G，而包含 AI 啊等等别的地方。哇，这太棒了！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台湾 Inside 有种或者是感觉。我一直在推一个概念，就是 everyone，因为有人在讲什么台湾 plus one， 我说 come on， 不要台湾 plus one，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台湾加一的意思是很多制造商，比如说晶片的供应链不可以只有台湾啊，所以你要去越南，你要去哪里？可是大家就会担心嘛，你以后其他地方都有，那你就不需要台湾了。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让大家觉得持续需要台湾。对啊，所以不是台湾 plus one， 是 everyone plus 台湾。没错，可不可以？我们应该一起来推这个这个 Trusted Tech 就是从台湾辐射出去。对哈，可是我就必须回过头来讲一个有点尴尬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作为 AI 基本法的其中一个提案者，那其实现在民进党的委员也有提案了，10月份的时候，所以某种程度大家都意识到这件事情在台湾好像基本价值打勾的部分应该都有。就是说，你说我们在国外去推动这个台湾是最这个帮助你去让 AI 变得信任的地方，就台湾自己在 AI 的管理框架，在台湾的这个诈骗集团可不可以用 AI？我们没有任何，我们是一个就大西部世界。诈骗集团应该不可以用 AI 吧？不是，但是不是啊？但是因为欧盟的 AI 基本法有很明文的去讲说，我们政府应该要努力的让 AI 不被运用于诈骗。我们也有广告实名制啊。对啦，已经上路了，不是吗？不是，但是它没有一个，就是说好，所以我现在就要来问你，就是说。早期就我刚上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 AI 基本法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招牌，觉得说这不错啊，要帮台湾这家商店要挂上去这个招牌，就基本的价值把它勾起来。可是弄一弄以后，我也必须很老实跟你说，我自己感觉这个社会对这个招牌，对这个社会。不是太有吸引力。我们提案了，然后国科会也有草案了进到行政院，但行政院也还没送进来。然后我觉得我们不抱怨这些外部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如果我是美国，我也觉得这个美国需要有一些行政命令或者框架或者现在新任的政府也许觉得最好都不要。他可能也觉得其他的地方不需要，尤其台湾不需要因为你如果台湾有 AI 基本法万一不小心偏的有点保护人权到时候什么 AI 出口要符合什么什么东西，我后来有一点觉得会不会台湾不需要，所以我现在有点也不能讲骑虎难骑猫难下，就是到底。问题发言，土要还是土不要？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感觉，第一是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太大的推力，然后我自己作为公仆，我也没有收到太多的，比如说选民陈情说，拜托我一定要 AI 基本法，也没有，作为台湾的盟友友邦，也没有一直来跟我们。这个敲门敲碗说，你们怎么没有管好你们自己啊？你们怎么是一个大 AI 大西部时代啊？这样，可是你刚刚又说我们要出去宣扬说，只要有台湾Inside，然后可是别人一问说，那你有没有这个？你在台湾有没有 AI 基本的把刹车踩到底？对，你们有没有刹车机制？对，这个不会有点 conflict 吗？
对啊，可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看到前面可能有一个断崖，还不确定是不是断崖了，但赶快转方向盘。这部分我们就反应很快啊。OK， 像我上次上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发简讯给大家线上讨论，然后快速的去把广告实名制的这个边界，就是怎么样子能够确保这个诈骗集团不能够很容易的在 Facebook 这些地方下广告，那但是又不会变成说好像侵害言论啊，这个边界把它画清楚。那也确实画清楚了。那也很感谢大家，就瞬间好像连1个月冷冻期都没有嘛，电子签章法马上就通过了。那后面的广告实名制的配套，包含执法什么，现在都已经生效了嘛。那我实际去 Facebook 这些地方看，确实这些诈骗广告真的是有减少。对，那但这个程度的，就是不是限制在金融或者是投票，而是全面的去透过这种方式去进行就是 KYC。这个确实是台湾才有啊，别的地方没有。可是这只有油门呐，你知道 AI 基本法方向盘哈，对，方向盘。就是，可是 AI 对，不是油门，对这个，可是 AI 基本法有时候还有健康的踩油门啊，比如说在教育上面要如何 apply，然后要让大家有，比如说我最近又听到很多学生讲说啊，老师在上 AI 的课，结果用了每一个服务全部都是要付费的，然后学生他们按下去点数要付费，就是说。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那台湾如果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我感觉就是 AI 在台湾会变成一个，然后我也常常问各个部会说，你们有没有调查？教育部当然就说，我们的指引出到3.0啦，不是，对，这个蛮好笑，就是说，我说，你们有没有调查台湾的大学生或者大专院校使用 AI 的比例？那状况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做一个全盘的了解？我先相信他们有在做，但是。速度并不是很快，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框架说你几月几号一定要做完，然后这因为我们为了某一个法规，我们一定怎么样，我们其实没有这个，那我们就有点我们在外面必须 present， 就是我们是一个 AI 大国，至少方向盘打得很快。对，然后可是我们内部就是走这种看到山才转弯啊，看到路才踩油门，这样。好吗？对不起，我不是政治的，我是真的是好奇。你也可以告诉我说，其实你在华府跟人家对话，没有人对我们有这个期待。我觉得 that's fine。那我可能下个会期我就不推了。对，华府当然现在看起来比较像两党的共识的。就是去确保说，AI 所造成的这些影响，你要能够很精确的测量出来，这个并没有人反对，所以他们有一个专门做测量的机构NIST。那他在里面成立了这个 AI 安全中心 AC， 那也不是只有他们来量测，他们也包含跟英国等等很多全世界的这些 AC 组成一个组织嘛。那在台湾当然我们也有 AI 量测 AIEC， 那是当时我还在任的时候成立的，所以 AIEC 当然也跟美国的 AC 什么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这种协同防护，就是在哪里缺少什么量测技术，那某个地方有这种量测技术，不管是量测刚刚讲到的 deepfake 或者是其他的对其他可能的危害，那我们都可以交叉的来帮忙量测。所以我觉得量测的这个部分应该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谁上就不做量测的问题。那当然主要的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是说，那你量测好了之后是即时反应就好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先有一个愿景？对，就是说导航要预判一下。对，就是说我们 GPS 那个 endpoint 对到底在哪里？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问题。那现在主要大家还没有办法在华府或在布鲁塞尔其他地方快速收敛，主要的原因就是对齐到底难不难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回答，大家没有答案。然后它到底就是能不能够把 AI 引导到一个基本上只能做防御性的使用，而不能够做大规模毁灭性的使用的这个对齐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快速发展出来？那这一点也是大家还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设定一个愿景，当然可能很好，但说不定这条路不通往那一边，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吧，我懂了，就是有时候。当车上的人需求还不明确的时候，你直接把它导到电影院，也许是错的也许应该去导到这个 Costco， 对不对？这个我大概好吧，这样我懂了
哇，不知道千万粉丝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脑洞大开，还加上了有一点疲累呢？那这个宝博访到这里呢，也是觉得要好好的消化一下了哈。所以我想这一集呢，我们就非常欢乐的先停在这里哈，让大家消化吸收一下哈。刚刚开的脑洞要透透风，同时呢也思考一下。那下一集呢，我们就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唐凤部长来聊聊各种这个下一个时代的 AI， 台湾、世界还有我们自己该何去何从的问题。